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出木手工皂，我是依君。最近我的手工皂基础学员问了有关柠檬酸如何能避免皂垢与帮助手工皂防腐的问题。其实有关皂垢如何影响肥皂的清洁力，让发皂变得不好洗，以及在手工皂中添加柠檬酸降低皂垢产生这些问题，我都在发皂系列影片中有很详细的讲解了。然而最近有网友持续询问，因此我决定再做一集影片，帮大家温习这个议题。这集影片将分为2大段落，第一个段落让大家看一下皂垢是什么，接着解说皂垢如何产生，它有哪些负面影响。再来我会实际操作，让大家看皂垢对于肥皂清洁力的影响。第二个段落会先解说为何手工皂中添加柠檬酸能改善皂垢，接着我再实际操作，让大家看看添加柠檬酸的手工皂与不添加柠檬酸的手工皂，二者的清洁力有何差别。最后我会再教大家如何在手工皂内添加柠檬酸的正确方法。皂垢是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刚装上的浴室水龙头总是晶亮发光，但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有一层白色雾状的东西附着在上面，用水冲不掉，用刷子也刷不掉，摸起来粗糙。这层雾状薄膜还会越来越厚，使得原本光滑的金属表面变得灰白老旧，看起来很脏。这层白色讨人厌的东西就是皂垢，它最常在浴室被发现，水龙头上、浴缸内侧、淋浴门上，使用久了都会出现，十分恼人。如果用肥皂来洗衣物，会使衣物纤维变得僵硬，也是由于皂垢附着纤维所造成的。2. 皂垢如何产生？究竟为何会出现这样一层皂垢呢？这就要从2个方面去谈了。首先，我们要先认识肥皂是什么。相信做手工皂的人都了解，肥皂的主要成分是脂肪酸钠，这是一种阴离子界面活性剂，它能破坏水的表面张力。它的清油端与清水端分别抓住油和水，因此具有清洁力。而我们平时打开水龙头的水，多半是带有钙镁离子的硬水。水中的钙镁离子会和肥皂中的阴离子结合，形成脂肪酸钙、脂肪酸镁，这也是一种皂，但它具有黏腻的蜡感，一旦附着就无法洗掉，成为浴室的薄膜脏污，就是皂垢。通常浴室的皂垢还夹带了人体的皮屑、脂肪、污垢，使得皂垢更为黏腻。皂垢会降低肥皂的清洁力和起泡力，使洗感变色。只要你所在的区域是含有钙镁离子的硬水区，使用肥皂的清洁就无法避免皂垢。我在发皂影片中也提过，皂垢就是肥皂洗感不佳的元凶。我们来实际看看肥皂在软硬水中是如何因为皂垢影响了肥皂的起泡力。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呢，就是要来看我们的水质对于肥皂它的清洁力的影响。在我们刚才的内容上有讲到说，如果呢你使用的是硬水的话，那你使用肥皂在硬水当中呢，就会产生皂垢。那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呢，就是要来看看说，皂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它是如何影响到肥皂的清洁力。好，那这边这一盆水就是我们的自来水。那我在这个我的所在地呢的自来水，它就是硬水，所以它里面就会有钙离子跟镁离子。那么现在这个是一个空的盆子，那我就是要放纯水进去。所以呢，纯水它就是没有这个钙离子跟镁离子它就是软水，不是硬水好。那我们就来比较看看
肥皂在这2种不同的水当中它的起泡性还有它的清洁力有什么不同？好，那我就先来示范这个自来水，因为这是我们比较大家比较常看到的一个肥皂的起泡的一个情况还有肥皂水的一个样态。好，那我用的呢就是都是同一块肥皂，那么这块肥皂就是里面没有添加柠檬酸的一般的肥皂。那这是一块嘉士皂，好，理所当然它的起泡力应该是会不错。好，那我就先洗这个自来水。好，你们看它的起泡的感觉。那这块嘉士皂是72%的嘉士皂。好，它的起泡的感觉是这样。那我先把肥皂放在一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肥皂水开始会变成雾雾浊浊的。好，那如果呢我继续的添加水，它还会再起泡。然后它的肥皂泡沫感觉大致是这样子，所以整盆的肥皂水呢就是雾雾浊浊的。好，那我把镜头拉近一点给你们看。好，你可以看到它的肥皂泡泡就是漂浮在表面上，薄薄的一层，然后肥皂水是雾雾浊浊的。再来呢，我就是要洗纯水给大家看。好，那刚才的这个肥皂上面已经有一些泡沫就是为了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观察，我就先把这个冲掉。我现在移到这盆就是纯水。好，那我开始洗咯。有没有看出来纯水它的起泡力是比较好的？好，那么我把肥皂放在一边。好，那我再来继续搓泡泡。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它的肥皂水并没有像自来水那么的浊，然后呢它的泡泡会比较厚比较大，可以浮在这个水的表面。那我现在给大家看这2盆有什么不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办法看出来。在这个自来水的起泡，刚才应该也没有太多的变化，就是它的泡泡会比较小，很容易流掉，然后呢只有薄薄的一层。那如果是在纯水当中呢，它的起泡力会变得非常好，厚厚的一层，肥皂泡泡比较大。我们来看它的水是比较雾比较浊的，而且有点灰色。好，这是自来水。或是在纯水当中呢，你会感觉到水它也是雾，可是没有那么浊，而且它的泡泡会比较亮，比较光亮。好，然后它的泡沫也不会消失。好，这个是纯水。好，这个是自来水，你看泡沫很容易就流失掉。好，这就是软硬水对我们肥皂起泡力的影响。起泡力越好，就代表它的清洁力会越好，所以在硬水当中的肥皂的清洁力自然就会降低。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硬水当中的钙镁离子会跟肥皂产生皂垢，那么软水、纯水就不会有这个影响了。为什么要在手工皂中加入柠檬酸？有些人以为在手工皂中加入柠檬酸是为了使肥皂的 pH 值下降，让肥皂变得趋于中性，更不刺激皮肤。事实上，在制作手工皂时添加柠檬酸，并不能降低肥皂的 pH 值。肥皂的 pH 值只能在肥皂完成后，经由酿造接触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来使 pH 值下降。
在制作手工皂时，添加柠檬酸的主要目的是制造柠檬酸钠这种螯合物。螯合物顾名思义，就是像螯一样会去抓住硬水中的钙镁离子。如此一来，钙镁离子就无法与肥皂中的脂肪酸钠结合产生皂垢。这是一种软水的方法，称为螯合法。制作手工皂是制造螯合物的一个好机会，因为制作手工皂会使用到氢氧化钠，而柠檬酸与氢氧化钠结合就会产生柠檬酸钠这种螯合物，它具有软水的效果，也因此手工皂加入柠檬酸能够减少皂垢的产生。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能够改善洗感与起泡力，但不是完全避免皂垢。柠檬酸钠还能阻止不饱和脂肪酸受到钙镁离子的影响而变质，所以也具有延长手工皂使用期限的效果。我们来实际看看添加柠檬酸的肥皂和不添加柠檬酸的肥皂在硬水中的洗感与起泡力有何差别。第二个实验呢，就是要看肥皂加了柠檬酸之后呢，它是不是能够改善皂垢的问题，然后呢，使得肥皂的起泡力能够提升，然后从而改善它的让我们的肥皂的清洁力能够增加。那我们怎么做这个实验啊？就是刚才呢，我们是用同一块肥皂，对不对？就是用这块肥皂，然后在不同的水质当中去做起泡力的测试。然后我们发现，在硬水当中会产生皂垢，那在软水当中不会产生皂垢，所以在软水中肥皂的起泡力是更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用同样的。这两个呢都是自来水，但我们用两种不同的肥皂，一个就是我刚才实验的这一块嘉士皂，它是没有加柠檬酸的，它是72%的椰子油。那么另外一块呢，是我用我最近制作的一块发皂，那它的椰子油的比例呢，应该是35%。其实起泡力应该会比嘉士皂来的弱，但是它里面是有添加柠檬酸的。好，那我们就用同样的水，那我们来比较看看这个肥皂的皂垢在加了柠檬酸的肥皂，它皂垢会不会变得比较少啊？好，那我们先从这个没有加柠檬酸的肥皂来试洗。好，这个其实大家刚才也有看过它大概的起泡的状况，然后还有肥皂水的这个颜色好，大致上是这样子。那肥皂马上呢，肥皂水就会变得有点污浊、灰白色。好，大家可以看得到吗？再来呢，我就先把我的手擦干净。先看一下这一盆。好，这是它肥皂水大致的状况。那再来，我们就试洗看看加了柠檬酸的这块发皂起泡力如何。本身呢有一点点何首乌粉的咖啡色，所以有点影响到我们的色泽的判断。好，大致上像是这样子，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好，这个是加了柠檬酸的发皂。好，这是一般的嘉士皂。好，我们看一下它泡沫的状况。那这是发皂泡沫的状况。它这个似乎看起来差异没有在纯水中那么的明显。好，那我自己以洗感来说，我会觉得使用加了柠檬酸的发皂，它的洗感会稍微更滑一点。那么没有加柠檬酸的嘉士皂，洗感会比较涩一些。泡沫的状况来说，加了柠檬酸的泡泡会比较光亮一些。
那么没有加柠檬酸的这个加湿皂的泡泡，它的颜色会比较浊、比较暗一些。如何在手工皂中添加柠檬酸？一、该添加多少柠檬酸？根据手工皂界的经验，添加总油重的1到2% 的柠檬酸就具有软水的效果。如果你处在严重硬水区，或者你想要制作洗发肥皂，比例可调高到3到5%，不需要超过5%。有一点非常重要，添加的柠檬酸会和氢氧化钠结合，所以肥皂配方中有一部分的氢氧化钠就被消耗掉了，相对的就会有一部分的油脂留下来，变成了超脂。过多的超脂会降低肥皂的清洁力，使肥皂变软，变得容易融化。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在制作时需要补氢氧化钠。该补多少呢？就是补上柠檬酸要反应所需要的量就对了。根据计算，每10公克的柠檬酸需要6公克的氢氧化钠反应来形成柠檬酸钠。所以说，如果添加10公克的柠檬酸在手工皂中，我们就需要多补6克的氢氧化钠。2. 该增加水量吗？制作肥皂时，需将柠檬酸溶解于水中，才能与其他的配方材料混合在一起。柠檬酸的溶解度不低，但为了避免碱水浓度过高，我建议水量用补氢氧化钠后的总重量去计算。例如，原本减后需要70克氢氧化钠，使用了10克的柠檬酸，因此需补6克的氢氧化钠。水量就用76克氢氧化钠去计算，又或者可以用原配方70克氢氧化钠去计算水量，再额外补水，补水量为柠檬酸的1倍。例如使用了10克柠檬酸，就多补10克水，两种方法都可以。要怎么把柠檬酸加进材料里？常见的做法有2种。第一，你可将柠檬酸溶解于纯水中，然后加入氢氧化钠完全溶解，将这杯带有柠檬酸钠的碱水倒入油中打造即可。如果配方的水量很少，可将部分纯水做成冰块来降低化学反应的温度，因为氢氧化钠遇水会放热，而氢氧化钠与柠檬酸产生酸碱中和反应也会放热，过程中可能造成水温过高沸腾的现象，有点可怕。我曾经在法皂影片系列中分享过沸腾现象，当时我使用1倍的水来溶解氢氧化钠和柠檬酸。第二种是将柠檬酸先溶解于部分纯水中，倒入油中，然后将剩余的纯水与氢氧化钠溶解成碱水，再倒入油中混合。如此一来，可避免酸碱中和的高温。但这个方法是否能使柠檬酸与氢氧化钠在油中完全产生化学反应，产生柠檬酸钠，我是有一点存疑。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代表会有未反应的氢氧化钠残留在手工皂中了。因此，我做了一个小实验，分别用这2种方式来添加柠檬酸。一方面，我测试第一种方法会不会有沸腾现象；另一方面，我测试第2种方法会不会有氢氧化钠残留。实验用的油都是100%的澳洲胡桃油150克，加入油重2%的柠檬酸，水量则是1.5倍的氢氧化钠重量。实验 A 组用第一种方法制作，我将柠檬酸用全部的纯水溶解后，加入氢氧化钠，然后将这杯碱水倒入油中。我用的是常温水来溶解，分了几次加入氢氧化钠，在溶解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沸腾的现象。
实验 B 组是用第二种方法制作。我先从总水量中取出柠檬酸重量2倍的水，将柠檬酸溶解倒入油中，再用剩余的水制作碱水，再倒入油中打造。实验 A、B 组打造的过程都没有特殊的变化， trace 的速度也差不多。经过48小时后脱模，我立刻以酚酞做检测。检测的结果蛮明显的，实验 A 组接近无色透明，代表是没有游离碱。而实验 B 组则出现了粉红色，代表实验 B 组有强碱残留。经过这个实验，我会建议大家采用第一种方法来添加柠檬酸，如此才能让柠檬酸和氢氧化钠完全反应，不会有强碱残留。而使用 1.5 倍常温水分数次加入氢氧化钠这个方式，并不会产生沸腾现象，安全性还是可以的。市面上的柠檬酸该选择哪一种呢？选择食品级的或清洁用的柠檬酸都可以，要选择无水柠檬酸，不要单水柠檬酸。柠檬酸的颗粒大小有别，尽量选颗粒小的，能够快速在水中彻底溶解。以上就是皂垢与柠檬酸和手工皂之间的关系，相信大家都了解了。在手工皂中添加柠檬酸，确实能减少皂垢，让肥皂的起泡力更好，洗感更滑不涩。欢迎大家都尝试看看。那么这一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